大家好，我是大妈，这里是大妈的多重宇宙，欢迎大家订阅。今天的聊一个比较古老的网络成语“地命海星”，这是13年，也就是说10多年前，在中国中文互联网上突然流行的一个成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只有吃地沟油的命，可平时却操着中南海的星，所以精简为地命海星。这一个它的包含的意义，用词结构呢非常吻合我们中国成语的这种形成的规律规范，但是呢激起了一系列汉语学家的反感吧，甚至于有人说这种呢不是说非法是不值得流传的假的成语，而且呼吁或者说要求不得出现在正规刊物的上面但是10年过去了，像地命海星这种深入人心的网络成语还有一些，那当然包含地命海星这一个。至少今天我就想起来要给大家聊这个事情因为放不下。为啥呢？就像很多成语一样它想翻译成英文其实不容易。地命海星被翻译成英文最接近的一个词组呢是什么？是屌丝 with a charming heart， 就是你是个穷屌丝，但是有主席的内心。这个翻译的是神似，但是缺了地命海星它的节奏感以及双重反否的这么一个不叫邪虐这么一个有点洒脱又有点自嘲的那种味道。所以汉语非常奇妙，这里可以再说一个段子这也是在网上看来的。这是有语言学家研究了几乎所有的语言估计他这唯独没研究透中文他说这个自然语言当中没有任何一个语言能够用3重肯定的词语来表达一个否定的意思，就是3重肯定不可能变成一个否定的含义旁边一个人就是网友随随便便回了一句对，这3个连着3个说对字这在我们家是经常出现，或者说家里头有比较叛逆期中小学吧，反正开始有自主对抗意识的小朋友在家里头经常会提到这种话。这个应该是网上流行或者 QQ 上流行的小朋友们对无法抗争的这种作业考试或者说成年人的很无聊的这个决定的一种3重肯定对，您说的对，就是这样。那么你听到耳朵里头你是什么感觉呢？对吧？地命海星也是。但是呢我今天想说的是啥呢？这个地命海星到底应该不应该就是绝大多数吧，99.9942%的人比如说我们现在马上快16亿还是15亿人口那么99.942%的人之外他们该操这个中南海的星，人家就在中南海里工作，对吧？大多数人呢都是地命海星，但是地命海星这很明显被总结成了一个网络成语，并且流传了10年以上，说明它至少是代表了一个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不只是中国其他国家都是一样，包括推特为什么会在某些国家给封了呢？就是因为下面地命海星的意见给翻上来了这个当局受不了所以给封掉了等等吧。那么地命海星对应的呢有一个态度也是相关网红说的他说他听到的一种人生态度最牛逼的一种是啥呢？就是无论命运把你抛到哪里把你给丢到任何一个地方，你立马就地开始做力所能及的事。这是一种最牛逼的最积极的生活态度。
但是不对呀，我当时感动了一下，回去再听，回去再回想，哎，这不就是几十年前说的爱岗敬业，就是说做一行爱一行，不就是这样吗？就因为当年工作，特别是城镇工作，就是非农户口的吧，城镇里头的所有岗位，都不是你想获得就能获得的，都是靠分配。所以很多大学生那个时候呢，分配就是包括你的专业上完了之后分配的岗位，或者说城市、地点啊，那个包括你的工作内容，都不是你能够选择的，都有非常多的随意性或者随机性啊。毕竟那个时候连电脑都没有，就算是现在有了电脑，也不可能对每一个人他的这个人生都进行足够好的计划啊，都是有随意性。每个人都在被社会裹挟的，普通人啊，其他有什么富豪啊、家族啊、什么红二代、军二代，这个不讨论。我只是代表我自己说我的相关的偏见啊，这个可以反射出绝大多数普通人的感触啊。那其实大家都是在被无论是命运啊，或者说社会现实啊，被逼着抛到各种各样的境遇当中。那到这个里头，你想躺平吗？这是不可能的啊！躺平了，那立马会被嫌弃，都是个小事情了，会把抛弃掉，那么就等于说你的生活状态、你的境遇会飞速或者断崖式的落到底会不会反弹另说，大多数人按照概率来说都不可能反弹出来了。所以爱岗敬业，做一行爱一行，这是迫不得已的事情，迫不得已的事情。那所以最近呢，又有这个网上在批那个清华他的校长在毕业典礼上鼓励大家多成就，这鼓励意思就是你能出国就出国能有好工作赶紧有好工作，能赚钱赚钱怎么地，就是要尽可能的实现个人价值。那另外一个呢，西南地区的一个大学校，他就非常慷慨陈词的说，你们每个人呢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份子都有义务，而且你们现在也有能力为中华崛起之奋斗等等等等说的非常慷慨。然后两相一对比呢，就觉得好像后面的格局比前面的格局大，对吧？但是再一想想，好像哪里有不对，因为口号实际上我们大陆吧，中国吧，经过10年动乱之后，我们有所谓的这个大字报文化就是放话，口号的放话，我们比特朗普牛逼多了。特朗普他如果当年在我们这个叫天安门实钞里头，他估计连个份儿都挤不进去。那个时候的口气能大到什么程度？那宇宙都是小事情所以后来三体大刘说的动不动能把这个格局搞得那么大也有点口号大字报那种文体的这个影响吧。因为那个时候好吧，这个不展开，就是说什么是国家这个可以另说，但是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链一个因果链。那国家呢是由各级行政单位或者说板块或者说组织组成的国家，比如说中国有多少个省组成的，省由多少个市组成的，市由多少个区区下面有可能什么镇乡村就是它一定是由各级组织组成的。那这一级一级分下来，最小的一个呢其实是家庭，再往下分是个体不能称之为，除非你是孤儿，但就算是孤儿，你也是其实是归属于这个某个这个福利院或者孤儿院的，你还是有组织有单位去关怀你的。分到最小呢是一个家庭那可以反过来说，一个具体而微的人在家庭当中形成一个社会的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那所有家庭聚合起来，它才是一个国家。就是国家也好，民族也好，文化也好，你可以认为就有点像我之前分析的，就我断言的吧。什么是开源社区？就是所谓的相对四顾相对固定的人，在相对固定的场所，冲着相对固定的目标以相对固定的行为去共同行事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共同的这个组织了。那国家民族也是一样。其实所谓的文化，我一直感觉就是
相同差不多地域的人，他们面对同一个问题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第一反应是相同的，那这是一个民族。比如说我们一说起端午节，第一反应是吃粽子，这个基本上是汉民族了，对吧？如果说起这个相同的日子，反应出来是其他东西，那个就是其他的民族，就是这么简单啊。那 OK， 那我国家怎么崛起呢？其实就是每一个具体而微的家庭，你过得好，过得有信心啊，对于未来10年、20年、30年有自己稳定的期待，而且可以达成。那每一个家庭都有这种信心、期待，还有这种能力的话，那么整个国家自然而然也是这样了。当然，每一个家庭跟家庭不一样，我是说的这个社会生活，你不能说是每个家庭里头 ，OK， 你是个科学家啊，那是个扫大街的，他们对未来期待当然不一样，但对未来的信心是一样的，就是 OK， 未来中国是不是越来越好，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那这件事情你不能说是地命海星只是现在才有，有了网络之后才有啊。这其实没有网络之前，大家都有感觉在其他地方不说，北京的这个开出租车的司机呢是最典型的啊。你上了车，只要他有兴趣，你无论你是哪个领域的人，你无论你是开飞机的啊，造火车的，还是说采石油的，甚至于你是外交官或者是其他任何岗位啊，不说36万行啊，任何一个行业的人到他那里都可以给你聊起来，可以给你聊起来相对应的国家政策是怎么变化的，20年前怎么样，10年前怎么样，5年前怎么样啊？昨天中央电视台 CCTV 新闻联播刚说了一个谁事儿，跟你这事儿可能就关联，就能跟你们都砍下来。这个当然除了它地处4、9城之内，他们主要的文化娱乐方式就是砍大山之外还有这是因为汉语的一个特点啊。汉语这个无论新文化运动的时候说汉语多么怎么说呢，挫啊，就是有好多现代的词概念你都没有，还得要从英文翻译过来，所以好多国学大师当年一半吧甚至一多半建议把中文的全部拼音化，要么干脆就拉丁语化替代掉。中文太腐朽了，里头包含了太多腐朽的思想啊，包括你写一个字儿，对吧？人家刷一个单词几秒钟写出来了，你一个繁体字儿至少要写半分钟，效率太低等等。但是汉语到现在为止是唯一留存下来的叫独体语言，就独体字语言。什么意思就是它的基本语速是字不是单词。那么类似于这样的呢，其实有玛雅文化好像也是这样，它也是方块字，甚至有人怀疑玛雅文化呢是我们中国从那个白令海峡的一支做去的，然后建立起来的，包括后面那个南美、北美其他的都是这么一路过去的这个不说，这个我得再找相关的这个现成的书和证据再给大家聊。那么汉语呢，它像其他的拼音语言，大多数拼音语言，什么俄、英、法、日、德。日语还不是，日语属于中间的一个状态都是他们所谓的拼音语言，就是写出来什么东西就是读什么样，它记录的东西是读音，跟其他东西无关，所以它基本单位呢是一个词，而不是字母，因为字母没有任何含义，只有词有含义。那问题是词呢，它只记录了发音，那这是导致什么呢？我有任何一个新的概念、新的事物出来之后，我不得不对它再专门创造出一个单词来，以便来指代它。那这就导致，古英语跟现代英语完全是两种语言。就古英语单词写出来都看得似是而非，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念以及什么意思德语啥的都是这样，甚至于上次说过，德语现存最长的一个单词已经64个字母了，63个字母了。但是中文不一样，中文我们常用3.5千，就是3500个汉字，基本上就可以把现在世间万物全部说清楚了。就是说，你可以想象成啥呢？别人的比如说英语它就26个英文字母，然后组成各种各样的单词。那我们这种最小的一个层级呢，是3500多个字。那我们这个字的组合方式和这个表述能力，比它26个字母硬去拼要多出几个量级3000对26，多出2个量级来。
啊，这就导致什么呢？所谓的这个叫北京的的哥啊，不，北京那个开车的出租车师傅为什么这么能砍？因为他从各个渠道听到或者说看到这个字儿，获得的信息基本上8、9不离10，就是因为我去组成全新的这个概念的用的字都是普通的常用字。那常用字我们汉字呢本身又是读音，还有含义，还有它的形状本身是有本身意义的，对吧？比如说你看月字旁基本上都是跟肉相关的，3点水跟水相关的等等，气字头那么就是说跟空气气体相关的等等，就是说我们偏旁组成的文字本身形状是有含义的。那么这个形状偏旁有发音，一般来说呢，那个字儿不是汉字就是见字念一半基本能猜对也就是说我本身的结构它像一个小的图形是有含义的，结构里头每一个偏旁有读音，也就是读音它也是能拼起来的。在此之外，在读音和本意之外，它还有另外的假借呀，还有比喻等等等等。比如说地命海星，就是你看它这个叫汉字，每一个字儿它都有本来的意思，但是这4个字合起来会代表折叠了一个非常复杂又清晰的一个社会自我认同的一个概念或者说状态所以是啥呢？汉字这一种高度传达以及或者说承载含义的意义的这种能力导致它学习起来的确很困难。古代不是像现在，就算是也不用古代，就是100年前，解放前中国就是它的识字率是低于4%的，也就社会上90%多主要人口都是文盲。那这种时候的话，那么它对于所谓的地命海星，你中南海在哪你可能都不知道，你只知道有皇上是在北京，北京在哪儿不知道就是绝大多数人他一生就是在周围20公里甚至于10公里范围之内出不去就是除非你是上京赶考，那不叫上京，你说到100公里之外的一个就近的一个大城市，跟我们现在去发射宇航飞船去火星是同一个感觉，就100年前那现在呢，幸好新中国之后呢，把这个识字率，就是说穿了文盲率直接降到0了现在你还是文盲的非常非常少，还是有这种状态，但是已经不是社会常规状态了。那这种时候再加上互联网那每个人都可以基本掌握我们现在整个地球各个政权，包括我们中国各个层面上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即便是你的生活状态是吃地沟油的命，但是不代表你不能理解中南海它现在所面对的国际国内的情况那你又是一个智力正常的人，对他关心解析或者说理解，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同时其实每个人这活在无论你怎么挣扎，无论你怎么折腾，最后呢都是要跟社会产生连结，就是所谓之前无论什么样的人都在折腾的事情，就是你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之前专门聊了一点，这里的地命海星也可以说一下，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状态，只不过这个海星它的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要占多大的比例，这是一个该控制的事情。比如说还有个段子，就是你个人资产在1000亿以上的，天天在琢磨的怎么样长生不老钱全投到怎么样延寿怎么让我变年轻逆生长，甚至于要换什么器官这哪然后呢这个你资产低于100亿的才天天折腾着有人害我或者怎么样，我怎么把股票往上给等等。然后呢个人资产在低于什么500万的才想着我去哪打个卡呀，这个是展示一下我都有钱的。那么你个人资产低于5000的反而是关心这个国家大事乌克兰局势、火星战略、人类的发展趋势等等等等。那这种倒错的原因是什么？那就是地命海星这个词儿它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无奈以及是现况。
就是我能够操心的原因是我无法参与进去。但是问题是我能够理解它。这个事情其实对于自古来说吧，你国家统治啊，政权稳定也好，它都是一个其实很危险的事情。这个就导致你必须要在所有政策出来或者之后有一个良好的社会传达，否则很容易被叫什么人民吧给误解掉。因为个人资产低于5000的对这种事情最敏感最关心啊。那其实总结下来就是低命海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而且是不由自主的一个状态，特别是中文有这么好的特性，能够用普通的3500个常用字就能够理解绝大多数任何领域的事物、事件、概念、进展等等等等。那么现在又加着移动互联网，我们又有普通人又有了一个向上或者说对外传达的一个渠道啊。那么每个人的声音，无论你这个是对还是错，但是你只要是开始对中南海的一些开始操心了之后，那么你给出来的言论就很容易可能是被利用也好，被怎么地也好，或者说形成一个合力因为以往大家都是文盲，也没有地方去发表你的这个报纸，你那会儿包括你想上报纸一个银元对吧，才一个小板块，现在不是你只要是一个月几十块钱的网费，你随时随地可以在任何一个板块上去发声。所以低命海星是一个正常的事情但是它对于我个人的这个叫啥来着，这个不叫生存就是生活发展，它只要是过了量，它就会有可能产生反效果。不过量的话，那是等于说啥，你是一个自然的把自己就是为自己去寻找和整个社会一个关联的一个节点我为什么要关心这个？因为我知道了，我想明白，我希望明白，我在这一些政策当中我应该起到什么作用等等，这种是非常主动的关心的一个方式跟国外美利国的那种反制的一种方式完全不一样。人家就是为了 OK， 你要是只要是触动我的生活节奏或者说文化程度，我跟你干到底这边不一样，我就是你有任何决策任何变动，我们都希望第一时间理解以便做对这种主动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再其次呢，还是想对此呢提出一个对自己吧那么地命这个事情呢是不是能改另说，海星这个事情呢是一个正确的，但是呢你要有正确的一个程度以及正确的一个输出渠道，还有呢要有一个每次呢要有一个边界你不能替中南海真的下这个决心，我可以替他担心担心了之后，我的担心结果正确反馈上去之后，有可能会产生什么正确的就是 OK 正确的解读，你不能乱听一些专家进行或者网红对某些政策进行评论那好，有了这个海星之后，到对应的中南海的这个类似的正确的渠道去获得信息就 OK 了这是一点点所谓的这个私人偏见。好，那这里是大妈的多重宇宙欢迎大家随时随地可以发起这种议题或者说讨论来讨论一些5年以上还没有过期的各种各样的事件、想法、传闻以及惊奇的事情。OK， 好，以上今天先聊到这儿。